你见过比狮子还要可怕的野牛吗？你知道被野牛撞一下究竟有多恐怖吗？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牛都是一种憨厚老实的动物，但实际上你知道吗？在全世界，牛的品种多达1000多种，但是野生的牛科动物就超过了140多种。多数人能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人类饲养的家牛，其实在野外还有很多种非常凶猛且致命的野生牛。这些牛的危险程度其实一点也不次于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猛兽，有些品种甚至比狮子和老虎更加危险。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，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这种野牛刺穿我们的身体，非常危险。今天这期视频，黑土就会给我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危险的8种野生牛，带给我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低调的猛兽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，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黑土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好，第8个，非洲野水牛。它是非洲大陆同狮子一样危险的一种大型水牛。据估计，在非洲地区，每年单是被非洲水牛践踏致死的人数就高达200多人，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型食肉动物狮子，估计每年才造成200人死亡。由此可见，这种大型水牛被列为非洲5霸之一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非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3.4米，肩高可达1.7米，体重可达1800斤。这个家伙最致命的一点就在于他们的性情，他们是非洲大陆攻击性最强、脾气最暴躁的物种，同样也是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之一。在非洲，除了人类之外，他们几乎没有天敌。狮子虽然经常会去捕杀这种大型水牛，但是这种水牛也有能力抵御并且杀死狮子，而且狮子想要成功猎杀一头成年的非洲水牛，通常需要好几头一起行动，所以狮子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能算是非洲野水牛的天敌。况且，非洲水牛还是一种群居动物，水牛群数量最多的时候可以高达上千头在一起活动。这时候，即便是一群狮子，也不敢轻易的对非洲野水牛下手。再有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，受了伤或者落单的以及带着小牛的母牛，其实与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。因为离开牛群的非洲水牛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会变得非常谨慎，攻击性也会变得更强。所以在野外碰到这个家伙，无论是一头还是一群，都要远离它们。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家伙与狮子一样危险。第7个，欧洲野牛。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重最重的陆地动物，它的体长可达2.9米，肩高接近2米，体重最重可达1吨。在夏季，一头成年的雄性欧洲野牛在1天之内就可以吃掉60多斤的食物。看到这里，有些领导可能注意到了，它的外形与美洲野牛貌似非常接近。确实，欧洲野牛与美洲野牛同属野牛属，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外表也十分接近。但是除了外表，两者的身体构造却大不相同。欧洲野牛长有14对肋骨，而美洲野牛却有15对肋骨。欧洲野牛的平均身高普遍也都比美洲野牛更高，腿部也更长。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，欧洲野牛非常不容易被驯服，脾气比较暴躁，尤其是每年的7到10月份，在这段时间是欧洲野牛的发情期。在这个时候，发情的雄性欧洲野牛会变得非常暴躁，性情蛮横无比，一切靠近它的物体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。无论体格多强壮的人类，一旦遭到这个大块头的冲撞，都是极其危险的。然而，即便是这么强壮的一个物种，却差一点被人类灭绝。其实，在很久之前，欧洲野牛曾广泛分布于欧洲地区，但是几个世纪以来，随着人类对它们不断的捕杀，早在1927年，这个物种就已经在野外灭绝，只有动物园里还剩下48头。之后，人们又开始对其进行各种保护繁衍，到了1951年，这个物种才被重新引入野外。据估计，截止到2019年，全世界的欧洲野牛的数量约为7000多头。第6个，亚洲野水牛。如果你在乡野田间遇到一头不明来历的水牛，请千万不要盲目的靠近它，因为你遇到的如果是一头野生水牛，那后果可能会非常可怕。水牛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，这个大家伙曾是我们国家南方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家畜，它们的品种有很多，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达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家养水牛，但无论是哪一种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那就是野生水牛。野生的亚洲水牛与家养的水牛性情大不相同，虽然从外表上看，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，但是野生亚洲水牛并不具备家养水牛那种温顺的性格，而且野水牛的体型都要比家养水牛更大。亚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可达2.8米，肩高可达1.9米，体重最重可达1.2吨，而家养的水牛体重通常也就在半吨左右。毫无疑问，一头成年的野水牛可以轻易的杀死一个成年人。野水牛的牛角非常大，看上去就犹如2个弯刀扎在头上一样，相当威猛。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靠近水源的地方，并且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水中度过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水牛身上没有足够的汗腺，通过汗液蒸发让自己保持舒适的体温，所以只能通过将身体埋没在水中去调节自己的体温。这样做同时还可以避免丛林中的各种昆虫的叮咬。再有就是野生的亚洲水牛的数量极度濒危，全世界大约只有4000多头野生水牛，而成年的野生水牛的数量可能不足3000头，非常稀缺。第5个，爪哇野牛。爪哇野牛也叫白臀野牛，
这个物种与白指野牛一样，腿部的下半截也是白色，它们的体色多数都为黄色，远看上去跟乡野间的大黄牛很像，身材大小也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。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，你知道吗？爪哇野牛在我们国家与大熊猫一样，同属于1级重点保护动物。这种野牛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们的臀部。爪哇野牛的臀部通常都长有一大片白斑，它们的身材高大，但是头部相对较小。这种野牛的体长也就在2.2米左右，肩高最高可达1.7米，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。这个物种除了黄色，还有一些个别的皮肤颜色呈黑色。黑色的爪哇野牛远看上去与白指野牛很像，但它们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。这个物种的可怕之处主要就在于它们的外形，由于其外形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，所以人们看到它特别容易会将它与家牛混淆。因此，当它们接近我们时，我们会毫无防备。一旦爪哇野牛被激怒或者受到惊吓，它们也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，因为它们毕竟是生活在野外的野生物种，性情与家养牛大不相同。一旦失控，谁都无法预料它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危险举动。所以说，在野外遇到臀部是白色的大黄牛，一定要时刻警惕，以防发生不测。第4个，低地水牛。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水牛之一，这个物种的体长约在1.8米左右，肩高仅为85厘米左右，体重也就在300-400斤左右。它的外观整体看上去不像牛，反而与一些羚羊有些相似，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水牛。这个家伙体型虽小，但是对人类却非常具有攻击性，尤其是年轻的低地水牛，它们生性孤僻，并且非常易怒，头顶上那2根尖锐的牛角就像2把锋利的匕首一样，在发起攻击时，它们会利用尖锐的牛角疯狂地刺向目标。一旦遭到它的攻击，就像是被无数把不算太锋利的匕首往我们身上扎一样，非常恐怖。这个物种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通常都栖息在一些热带雨林深处。它们与其他的牛科动物不同，低地水牛通常都是单独活动，而不像大多数野牛一样成群生活。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，野生的低地水牛寿命最长可达20年以上，圈养的可达30年。切记，在野外，特别是人烟稀少的热带雨林里，遇到的任何陌生的动物都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，哪怕仅仅是一只小虫子。好，第3个，野牦牛。如果你身处青藏高原，在野外遇到单独的牦牛，请一定要远离它们，因为你遇到的如果是一头野生牦牛，那么极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在青藏高原，牦牛似乎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动物，因为在很多牧民的家里都会饲养牦牛当作牲畜。然而家里饲养的牦牛与野生的牦牛存在着极大的差异，它们的外表虽然都差不多，但是野生牦牛要比家养牦牛更大，攻击性也更强，特别是单独的野牦牛。离开牛群的野生牦牛的性情极为凶猛，它们就像是一头孤狼一样，会主动攻击在它面前的任何移动的物体，包括汽车。千万不要以为躲在车里就可以抵挡野牦牛的攻击，这个大家伙的威力足以将一辆吉普车顶翻，所以千万不要尝试利用工具与它们搏斗，因为不论雌雄，野牦牛一旦对目标发起攻击，就会不死不休，直到彻底将敌害铲除才肯罢休。要知道，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以上，肩高最高接近2米，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，外加上它们头顶上那长达半米的牛角，即便是棕熊见到它们，多数情况下也都会选择绕道走。在西藏，野牦牛实际上比狼还要危险，在野外遇到它们，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。第2个，美洲野牛。在野外如果碰到这个家伙，实际上比碰到熊更加可怕。从1980年到1999年，单是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内遭到美洲野牛伤害的人数就是熊的3倍多。它是美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。美洲野牛主要都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平原地区，除了大平原，在一些稀树草原和寒带森林里也有它们的身影。一头成年的美洲野牛的体长最长可达3.5米，肩高最高可达2米以上，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。它们虽然看上去比较笨重，但是奔跑起来的速度却非常快。这个大家伙可以以最快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持续奔跑5公里以上。如果在野外不幸遇到一头美洲野牛，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。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毫无征兆，上一秒可能看上去还很温顺，但下一秒就极有可能转身对我们发起攻击。更可怕的是，即便我们手持远程攻击性武器，也无法将其吓退，因为美洲野牛根本不惧怕枪声，枪声越响，它们可能会越激动，同样也会变得更危险。更何况这种大型野牛还是群居生活，一旦遭到野牛群的攻击，是相当致命的。第1个，印度野牛。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。印度野牛的头腿长度最长可达3.3米，肩高可达2.2米，体重最重可达1.5吨。在视频上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大，但是当我们实际走近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家伙的体型足够巨大。
这个物种曾遍布南亚和东南亚地区，它们原产于亚洲南部，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森林中。与其他牛科动物一样，在野外，印度野牛主要也是靠吃植物为主。由于其四肢的下半截都是白色，看上去就像是穿上了白色的袜子一样，所以印度野牛也被称为白肢野牛。这种野牛浑身布满肌肉，在野外除了人类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，并且这个家伙还是野生老虎为数不多的对手。在印度野牛的活动区域内，同样也生存着地球上最凶猛的食肉动物之一——孟加拉虎。在野外，孟加拉虎与印度野牛碰面的机会有很多。虽然孟加拉虎有能力猎杀成年的印度野牛，但印度野牛也有能力在抵抗期间利用尖锐的牛角杀死孟加拉虎，所以老虎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招惹成年的印度野牛。通常老虎只会选择捕杀幼年或者生病的印度野牛，因此老虎还算不上是印度野牛的天敌。然而对于人类来说，如果在热带森林里遇到这个大家伙，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。白肢野牛虽然体型庞大，力大无穷，但它们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非常胆小。这一点其实就是它们最可怕的一点，因为胆子小就特别容易受到惊吓。在野外，它们一旦受到惊吓，就会使出浑身的蛮力，在丛林里横冲直撞。在这期间，我们的身体一旦被它头顶上的尖锐的牛角刺到，是非常致命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，谢谢。